这位正在借助湖水洗漱的小女孩，实际年龄只有9岁。每天早晨6点，她都需要带着5岁的妹妹划船2个小时去隔壁福岛的学校上学，中途需要独自面临风浪、雨天等突发状况，每次出发都是对生命的考验。这趟艰难的上学路背后，是一个漂流在水上的神秘部落——乌鲁斯人。为了躲避战乱，乌鲁斯人已经在与世隔绝的水上生活1000年。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迪迪卡卡湖，已然成为他们专属的世外桃源。漂流在湖上的小岛是用芦苇做的，房子是用芦苇搭建的，就连孩子们上学划的小船，都是自己用芦苇亲手编织。他们从不穿鞋，总是光脚走在小岛上。岛上的香蒲草踩上去十分松软。这里每个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捕鱼、抓水鸟、包芦苇，这些成为他们必备的生活技能。当然，最为神奇的还是福岛的随机漂流体验。今晚的你睡在湖边，明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漂流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醒来都是不同的风景。当你不想随机漂流时，便用绳子做的锚将小岛固定在岸边，随时可以重新安家。1000年前的乌鲁斯人迫于战乱，选择了这样浪漫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今，身处现代的他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除了上学艰难、水路不便，他们还将面临哪些复杂的生存问题？那些曾经宝贵文化和习俗，如今又剩下了多少？海拔3800多米的迪迪卡卡湖是南美洲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被称为高原明珠。它曾被认为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发源地，相传神就是在这里创造了第一批印加人，也就是南美洲最古老的印第安人。如今还有许多神庙的遗址，能表明这一古代文明的存在。乌鲁斯人便是南美古印第安人中阿伊马拉族的一支。作为一个小部落，古时候他们为了避开好斗的印加帝国的统治，以及后来西班牙人的入侵，而选择逃到了湖中。绝望之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香蒲草和芦苇成为他们逆袭的神器。乌鲁斯人发挥自己聪明的才智，将其捆扎而成巨大的漂浮岛，一块块的小型陆地拔地而起，在上面用香蒲盖起简陋的小屋，随湖泊漂流，靠捕鱼为生。这种小岛面积不大，隐蔽性极高，安乐的生活再也不用遭受战火的侵扰。虽然地处赤道附近，但迪迪卡卡湖的海拔很高，气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炎热，既有安第斯山脉阻挡着冷空气的侵袭，又有四周美丽的雪山融化成的淡水，不断地滋养恬静的湖水。冬暖夏凉，水产资源丰富。皮肤黝黑的乌鲁斯人总是身穿颜色亮丽的服装，隐隐点缀在大大小小的浮岛之上。乌鲁斯人的服装大多蓬松宽大，这是他们为了遮挡太阳而设计。在岛上还能随处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帽子，这同样也是他们传统服饰的一部分。乌鲁斯人每天早晨醒来都要用湖水进行洗漱，他们尤其爱惜自己的头发，梳理完后还要庄重地扎好辫子，这是乌鲁人特有的习惯，因为头发象征着力量、美丽和生命。乌鲁斯族的女人也十分有魅力，女士的装扮几乎都是裙装，以百褶裙居多。每人的头发都编成及腰长的麻花辫，且每个辫尾一定系上2个大毛球装饰，非常可爱。这种服饰不仅色彩鲜艳，而且设计独特，充分展现了乌鲁斯人的艺术才华和审美观念。迪迪卡卡湖心处有一处小岛叫塔丘勒，这是当地风景最美丽的岛屿。这座岛上的人十分痴迷于绒线的编织，在这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正在织绒线的土著人。更令人奇怪的是，这类女人干的活，男人竟然也沉醉其中。这些男人们都骄傲地戴着自己亲手织的长绒线帽，看上去五彩艳丽的帽子，其实代表着男人婚否和社会地位。如果帽子是全红的，那么就表示他已经结婚了；如果帽子是一半红色一半白色，那么就表示他还是单身。而不同的花色
则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乌鲁斯人的装饰物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装饰物不仅具有装饰作用，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乌鲁斯人的装饰物主要由毛线和水草编织而成，大红、大绿、大蓝是它们的主色调。这些装饰物的内容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印加图腾和印加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印加图腾是他们信仰和文化的象征，它们代表着乌鲁斯人的祖先和他们的历史，而印加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则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此外，乌鲁斯人还信奉着水神的女儿伊卡卡，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伊卡卡是他们生活的这片湖泊的守护神，他赋予乌鲁斯人智慧和力量，让他们在湖面上繁衍生息。在日常生活中，福岛居民会向湖中敬献神圣的谷物，以此表达对伊卡卡的敬仰和感激。这种信仰不仅是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乌鲁斯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乌鲁斯人还敬拜太阳和湖泊，他们相信太阳和湖泊是他们生活的源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力量。也有部分乌鲁人认为自己是湖泊和水的主人。根据传说，乌鲁人的祖先有黑色的血液，他们从来不会觉得寒冷。乌鲁民族在历史上称自己为太阳之子，尽管该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原始语言普基纳语，但其他方面的原始文化仍然保留了下来。在宗教信仰方面，乌鲁斯民族既信仰传统的印第安文化，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这种文化的融合使得他们的宗教信仰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在福岛上的传统节日中，较为知名的是康德拉利亚圣母节，通常在每年的2月2日至15日举行，是秘鲁迪迪卡卡湖地区民间歌舞的大汇演。节日期间，迪迪卡卡附近安第斯山脉中，各地的民间艺术团体都会荟萃于普诺市，进行载歌载舞的庆祝活动。和现代的普通人一样，乌鲁斯人的婚姻习俗也有彩礼这一说法。他们结婚必备的3大件包括小岛、房子和船。这些物品并非通过购买获得，而是男女双方部落出人出力用芦苇建成的。迪迪卡卡湖上虽然有很多浮岛，但岛上都住了不少人，所以年轻人结婚一般都要新辟一个小岛。乌鲁斯人几乎每天都要在岛屿上铺上一层新草，因为芦苇和水面接触的地方会腐烂，表面上的芦苇会被脚步踩断。他们白天要接待游客，晚上才能铺芦苇，而每天清晨3点又要驾船捕鱼，生活忙碌而艰苦。只有切下芦苇的根部，用绳子绑起来，置于水下2米深处，才能使小岛更加稳固。结婚的另一大件，房子，当然也是用芦苇建造的。建造一个芦苇房，首先要到城里购置一些木材，用来钉成一个房子的框架，然后请专门的编织人员编席子，总共2张，一张为4周，一张做顶。待草垫完全被晒干，钉好房子框架后，再把2张席子缝在一起，形成2层，这也象征着男女结合，永不分离。最后将其覆盖在框架上，整洁的新房就落成了。不过，这样的房子非常简陋，没有任何家具，因为乌鲁斯人往往洗草而住。最后一件结婚所需的物件，船，主要分为2种类型，一种船头比较大的捕鱼用的渔船，另一种是打猎的猎船。因为船要在芦苇中穿梭，所以船这种猎船2头是尖尖的。船对于乌鲁斯人来说，等同于如今的有车一族，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如果夫妻2人感情出现问题，需要离婚的话，也不需要特殊的仪式和手续，只需要将福岛从中间分成2半，这样便意味着2人就此分居。如何利用上天赐予的这片肥沃的湖泊，是乌鲁斯人毕生都在实验和追求的目标。特有的生产方式和交通工具，充分体现了乌鲁斯人独特的文化和智慧。他们依靠捕鱼、狩猎、编织和旅游业，在湖面上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自从躲避在湖面上之后，本来以种地为生的乌鲁斯人，
不得不依靠水上捕鱼为生。他们利用自制的渔网和鱼叉，在湖面上捕捉各种鱼类。捕鱼不仅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每逢一段日子，他们便会将捕到的鱼拿到附近城市上的市集售卖，或者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大大小小的漂流岛中间，也会有特有的市集小岛。这片浮岛上聚集了各处来的商人，乌鲁斯人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交易。这样的集市可以满足大部分生活物品需求。除了捕鱼外，他们还会猎捕海鸥、鸭子和火烈鸟等鸟类，以及在小岛上放牧。浮岛居民主要驯养的动物包括家畜和家禽，如牛、羊、骆驼、羊驼以及鸡、鸭等。这些动物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肉类、奶类和蛋类等食品来源，还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劳动力。浮岛居民的驯养方式大概分为2种，最常见的是自然放养，他们将家畜放养在湖泊周边的草地上，让它们自由觅食和生长。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动物的健康成长，还能节省饲料成本。稍微有点条件的家庭便会选择人工饲养，一般是家禽等小型动物。乌鲁斯人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饲料和水源，以确保它们的生长和繁殖。除此之外，牛、骆驼等动物在浮岛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交通工具角色，它们被用来驮运货物、拉车或作为骑乘工具，帮助乌鲁斯人在湖泊周边进行各项生产活动。在他们的农业生产中，驯养的动物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被视为乌鲁斯人生活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乌鲁斯人独特的烹饪技艺，虽然鱼类是他们的主要食材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食物单调乏味。他们不仅会利用芦苇等植物资源，也有通过贸易获得的谷物、蔬菜等作为辅食。由于鱼类资源丰富，单纯做鱼的方法，乌鲁斯人便有3种。第一种便是最常见的烤鱼，他们会在浮岛上搭起小火堆，使用简单的烤鱼架将鱼串起来烤制，配以当地的香料和调料，味道极为鲜美。第二种为炖煮，乌鲁斯人会利用芦苇制成的锅具，加入适量的水和调料，将食材炖煮至熟烂，以便更好地吸收营养和味道。除了烤鱼外，浮岛居民还可能使用烧烤的方式来烹饪其他肉类或蔬菜。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发研制的调味料。乌鲁斯人利用湖泊周边的植物和水果等自然资源来制作，辣椒、柠檬、香草都被用来为食材调味，或者是将鱼肉与特定的香料或酱汁相结合，以产生独特的风味和口感。最值得一提的主食之一的土豆，由于其易于在浮岛上种植，居民利用接触湖水较多的乡土地面慢慢腐败形成的腐殖土来种植土豆，这是获取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方式。乌鲁斯人还种植其他蔬菜来丰富他们的饮食，这些蔬菜同样利用浮岛上的土地进行种植，可以提供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浮岛居民还习惯收集野鸭蛋，或者捕捉一些像海鸥一样常见的鸟类，作为他们的食物来源。这些食物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蛋白质摄入。刚刚提到的用来编织和造船的香蒲草，它们的嫩芽、根部和叶子也经常被乌鲁斯人食用。香蒲的嫩芽富含维生素，其根部富含人体所需的碘元素，作为日常的水果替代品再好不过。香蒲的叶子也可以用来包裹食物进行烹饪，增添食物的香气和口感。乌鲁斯人的烹饪技艺通常是通过长辈向晚辈传授的方式代代相传的，他们通过家庭聚餐或社区活动等方式来传授烹饪技艺和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烹饪技艺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部分居民尝试将传统的烹饪技艺与现代烹饪技术相结合，如使用电磁炉、烤箱等现代厨具来烹饪美食，以创造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乌鲁斯人的饮食习惯也反映了他们对食物的珍惜和尊重，他们充分利用每一份食物，避免浪费。
并传承着将食物视为生命之源的古老智慧。拥有着印第安人的古老血统，乌鲁斯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心灵手巧，他们最擅长的便是使用芦苇和水草等材料进行编织，制作出各种生活必需品，如房屋、船只、篮子、席子等。如果你去乌鲁斯人家里做客，便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家具及使用的日用品都是自己亲手编织而成。编织技艺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作为生活在迪迪卡卡湖上的唯一原住民，乌鲁斯人自然拥有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的权利，特别是芦苇，当地人也称其为香蒲草或拖拖拉。这种植物茎秆中空，质量轻且浮力大，非常适合用于造船。乌鲁斯人会选择生长良好、质地坚韧的芦苇作为造船材料，他们会将芦苇捆扎成束，然后一层一层地编织成船体。编织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力度，以确保船体的坚固和耐用。为了延长芦苇船的使用寿命，乌鲁斯人会对船体进行防水处理，通常会使用沥青或其他天然材料涂抹在船体表面，以防止水分渗透。芦苇船通常呈月牙形或弧形，长度一般在2米多，最长的甚至可达30米左右，能够承载20余人。一般家庭制造的船体往往较窄，需要乘船者像骑马一样跨在船上，因此英语里将这种船称为 rehorses。 和他们所居住的房子一样，由于芦苇材质的特性，芦苇船的使用期相对较短，一般只有1年左右。之后由于水渗透等原因，船体会逐渐损坏，需要新的船只来替代。芦苇船对于乌鲁斯人来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只有对自然足够敬畏和尊重，才能赢得自然的馈赠和热爱。迪迪卡卡湖上漂浮着众多岛屿，岛屿多由湖中的香蒲编织而成。乌鲁斯福岛便是迪迪卡卡湖上最著名的福岛之一。乌鲁斯人建筑的福岛大小不一，较小的岛可以住2至3个家庭，较大的可以住10几个家庭。岛上有房屋、村庄，还有学校、教堂、商店、邮局、市集等公共设施。集市和交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鲁斯人的集市通常位于较大的漂浮岛上，这些岛屿上建有供岛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当然，陆地上的集市也极为重要。乌鲁斯人富足的生活离不开现代都市的物资的支持，最近的便是隶属于秘鲁的普诺市，便是和乌鲁斯人联系最紧密的现代化都市之一。普诺市东临玻利维亚，而乌鲁斯人生活的福岛距离秘鲁普诺港约5公里，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岛。从地理位置上看，普诺市为两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便利。迪迪卡卡湖上富足的鱼类、蛋类、鸟类以及用芦苇编织的手工艺品，对于普诺市来说都是极为稀罕的物品，不仅有着极高的观赏性，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更是珍贵的收藏品。湖上无法生产的粮食、衣物、工具，大部分都依靠乌鲁斯人以物易物换取，当然也会存在部分现金交易。他们使用原始的贸易方式，通过交换各自所需的物品来满足生活需求。作为秘鲁南部边境省的首府，普诺市在文化和历史上对乌鲁斯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些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乌鲁斯人则可以通过市集为游客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旅游体验。乌鲁斯人向来以其精湛的编织技艺而闻名，他们使用芦苇编织房屋、船只、家具以及生活必需品。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手工艺术水平，也成了福岛与普诺市等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普诺市和福岛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日益频繁。乌鲁斯人通过销售自己的手工艺品、农产品等特色商品，给游客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同时，普诺市的商家也通过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
实现了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普诺市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节日庆典等，乌鲁斯人民也会来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充分加深了两地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普诺市的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开始与乌鲁斯人进行教育合作，他们为福岛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和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同时，乌鲁斯人的传统文化也被引入到学校的课程中，成为学生们了解和学习的重要内容。福岛之上的集市则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期集市，乌鲁斯人会定期在漂浮岛上或陆地城市上举行集市，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前来交易。第二类则是他们自己开通的贸易路线，与陆地上的居民建立贸易联系，通过船只在漂浮岛和城市之间进行贸易活动，一方面是自给自足与贸易并重，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交流。频繁的贸易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集市和交易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演进。如今再次前往迪迪卡卡湖上的福岛，游客可以享受一条龙的旅游参观服务，从码头的船只接送到福岛居民的家庭体验福岛生活。许多家庭开设的小工作坊展示如何制作芦苇产品，让游客亲身体验制作过程。在中心福岛上甚至建设有现代化设施的酒店，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太阳能热水器、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旅游业为乌鲁斯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通过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乌鲁斯人获得了大量的额外收入，充分改善了当下的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保持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们并不拒绝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和改变。乌鲁斯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逐渐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他们会使用现代的通讯工具来与外界保持联系，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还能为他们的传统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在几乎所有的福岛上都有共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来为电视等电器供电，主岛上甚至有一个由乌鲁人运营的调频广播电台，每天播放几个小时的音乐。有部分乌鲁斯家庭也开始尝试使用现代的捕鱼工具来提高捕鱼效率，更有甚者会使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来方便出行。这些现代科技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除了交通和日常生活，乌鲁斯人在教育领域也积极接受现代科技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通过现代的教育手段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学习不仅有助于他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还能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乌鲁斯人接纳现代科技，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他们并不会因为现代科技的引入而放弃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相反，他们会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新文化形态。尽管福岛建设为乌鲁斯人提供了独特的生计来源，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和湖泊水位变化等问题日益严重，福岛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也给福岛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压力。为了保护福岛和乌鲁斯人的传统文化，乌鲁斯人经常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福岛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保持传统文化的纯正性和独特性，以及如何应对游客数量增加带来的管理压力，这些是乌鲁斯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的旅游体验，还是扩大手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依靠目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乌鲁斯人仍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经济体系运转。至于可持续的渔农业的发展，
对于传统的乌鲁斯人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想做与世隔绝的湖上桃花源显然不切实际，只有不断加深与陆地居民的交流和融合，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才是这个漂流圣地未来的发展之路。你有什么更好的感受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聊聊。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